在1973年，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在美国政治天平上添重了一笔。那一年，美国国会在一场与总统权威的较量中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否决被推翻，一项名为《战争权利决议》的法案宣告成立。这不仅仅是一纸普通的法律文本，而是美国宪法精神的一次重要诠释，是对国家战争与和平进程的一次深刻反思。这项决议的通过，标志着美国在海外军事行动中必须得到国会的明确授权，一改过往总统能够几乎不受约束地动用军事力量的局面。这是国会与总统之间权力平衡的一个关键时刻，也是美国民主的一个试金石。文章的第一段就如同一个精心设计的开局，需要抓住读者的眼球，激起他们的好奇心。这里不仅仅是叙述一个政治事件，而是要展现这一事件背后的张力与争议，带领读者穿越历史的长廊，感受那个时代的紧张气氛。从法案的提出到最终的通过，这个过程充满了激烈的辩论和权力的角力。在越南战争的阴影下，美国社会对于政府的军事决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公众的反战情绪达到了顶峰。国会中的议员们感受到了来自选民的压力，而总统府则试图维护其在外交政策上的主导地位。而今回首，这场权力的拉锯战不仅仅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格局，更在国际舞台上投下了长远的影响。那么，战争权利决议究竟如何重新定义了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它又是如何在随后的年代中影响美国对外军事干预的政策？下边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揭开历史的面纱，展现决议背后的故事。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的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战争权利决议的出台，无疑是美国历史上国会对总统战争权力进行制约的一个明显标志。这份在国会中经过激烈争辩最终成型的决议，不仅仅是对越南战争的一个回应，更是对未来无数政治决策的一个预示。它意味着总统再也不能未经国会批准，就单方面决定美国的战争命运。在这项决议之前，总统作为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在决定使用武力方面几乎拥有绝对的自由。然而，越南战争的悲剧使得人们开始质疑这种制度是否过于集中了权力，忽视了民主监督的必要性。战争的延长与升级，牺牲的是无数美国家庭的幸福，破坏的是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民众的心理健康。因此，这项决议的通过不仅仅代表了一个法律的变更，更是社会转型的象征。细读《战争权利决议》的文本，可以发现它的核心在于重新界定了战争与和平的权利边界。决议规定，除非国会明确授权，或者美国遭到攻击，总统不能将美国军队投入敌对行动超过60天。这一规定对总统的权力实施了前所未有的限制，同时赋予了国会更多监督和决策的责任。战争权利决议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它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和法律争议。有人认为这一决议侵犯了总统作为国家元首的固有权利，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对美国宪法中权力分立原则的正确落实。无论如何，它标志着美国民主制度中对于权力如何分配与运作的一次深刻反思与重新定位。时至今日，战争权利决议仍旧是政治辩论的焦点。它的存在使得总统在决策时必须更加慎重，必须考虑到国会的声音，必须面对公众的审视。这样的制度变革无疑加强了民主过程中的透明度和责任感。从历史的长河中退一步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战争权利决议所引发的辩论和变革，实际上是美国社会在战争与和平这一永恒主题上的一次深刻对话。这不仅是对权力的制约，更是对人类价值的肯定。每一次国会与总统在这一议题上的博弈，都凝聚着民众对和平的向往，对生命的尊重，对国家未来方向的思考。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决议的意义和影响力只会越来越被历史和现实所证实。它不仅影响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更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对于战争权利应当如何分配的讨论。在一个互联网和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时代，
战争权力决议的影响已经超越了美国的国界，成为了全球性的话题。在国际舞台上，它激发了对于国际法、国家主权以及军事干预等问题的广泛讨论。这些讨论并不局限于学术界或法律界，它们已经深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中，成为人们在咖啡店、社交媒体上讨论的热点话题。在全球化的今天，战争不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它的影响和后果都具有跨国性的特点。战争权力决议的思想，也就是国家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参与和监督，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和探索。这不仅是因为民主理念的普及，也是因为在信息时代，公众对于政府决策的透明度要求日益增加。然而，这一决议的现实效力如何，依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美国内部，尽管有了这一立法，但在实际操作中，总统和国会之间的博弈仍然在进行。例如，在对恐怖主义的打击中，总统是否拥有足够的灵活性来迅速应对威胁，这是一个经常被提出的问题。与此同时，国会是否能够有效执行其监督职责，防止战争权力的滥用，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争议点。在国际层面，战争权力决议的精神激发了对于国际冲突解决机制的思考。随着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凸显，世界各国越来越意识到，单边主义的军事行动必须给予多边主义的制约。这意味着国家间的互相尊重、对话和合作变得尤为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战争权力决议不仅仅是一项法律文件，它更是一个关于权利、责任和人类未来的符号。它提醒我们，每一次战争的决策都应该经过慎重考虑和充分的民主程序。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关乎生命，关乎道德，关乎人类共同的未来。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的战争何时会到来，也无法确知战争权力决议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将扮演何种角色。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决议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考和选择，它将继续影响着未来世代对于战争、权力与和平的理解与实践。在文章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战争权力决议不仅仅是美国内政的一个节点，更是国际社会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一个深刻反思。它将继续作为一个关键的参考点，引导我们在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中寻找平衡，不断探求和平与安全的可能路径。我们期待着这样的法律精神能够激发出更多的智慧和勇气，以便在未来的日子里，人类能够更加明智和和平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